你刚刚有说一些是你们经过很多次 failure 是不是？对，你可以给我举一下失败的例子是什么吗？我们试过在街上跳舞然后我们就发现到那个不是我们也不是我要做的东西，然后我们有试过做街访，然后可能我们不太厉害讲话，所以那个视频流量就不好，或者是一些视频的确有流量了，不过没有转化率，所以也是等于零。Before 我们做现在的这个比较 lifestyle 的一些视频以前，我做了大概1年半的口播，就是坐在那边一直告诉你我的产品是什么，我的产品的好处是什么，一直在跟你分享我的故事。我讲了1年半日更，它有它的挑战，不过我经常都会跟人家讲说，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我，最难的是我的我讲so sorry 最近很多老板都在抱怨，在 KL 遇到 peak hour network 塞到连客户的讯息都回不到，再加上现在诈骗很多，真的让老板们都蛮头痛的。对，所以今天呢就要特别介绍专为企业打造的 Ultra Business Reserve。它的核心 Ultra 5G Reserve 呢，就像一条专属的 VIP 通道，全天候帮你预留网路容量，就算在网路大塞车的高峰期啊，网速依然是可以快上4倍之多。重要时刻保证绝对顺畅啊！没错，如果老板们常要出国，它的 Premier Roaming 尊享漫游，覆盖超过60个目的地，一下飞机呢就能够无缝接轨，跨境连线。重点是它还直接内建了 Intelligent Security 的智能防护，完全不用安装任何东西就能自动阻挡诈骗电话、SMS 还有恶意网站，从源头保护公司机密。商业世界稳定跟安全就是一切 ，You Business Your Business Priority Reserved。各位老板，您的业务当享优先，现在就立刻点击资讯栏目的链接，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周伟健，欢迎收看和收听由 BFM 财经为您制作的开门见山。这一期来做客的呢是本地护肤和身体护理产品品牌 Joy。那说到护肤和身体护理呢，它早就成了大家生活中的必需品了。可是你稍微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到，这个领域的货架上啊，长期以来呢，都是被那一些外国大牌给垄断啊。那大马制造的护肤品到底有没有市场呢？其实它不仅有啊，而且最近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玩家杀进了这个战场里面了。比如说 Joy， 只要你逛这些连锁药妆店 Pharmacy 的话呢，你是肯定看过他们的产品啦。他们从一开始呢，只靠天然的体香剂 Deodorant 单点突破，到现在呢，铺开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护肤和身体护理产品线啊。那品牌的存在感呢，我们是看到了，只是这门生意到底做得怎么样呢？一个年轻的本土品牌到底能不能在货架上跟国际大牌竞争呢？事不宜迟，我马上请出 Joy 的创办人 Charlotte 来和我们分享更多。Charlotte 你好。你好，我是 Charlotte， 我是 Joy 的创办人。好，非常高兴你能来到我们这个 studio 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的这个创业之路啊。好，首先呢，我想要先从你的那个源头开始吧，因为其实你在官方网站那边有写了，其实你是这个 origins story 呢，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你找不到有就是纯天然 aluminium free 之类的这些，对这种Deodorant， 所以你就自己不如我自己来调配一个啦，是不是？所以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调配的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在家煮的，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 product formulator，虽然我不是一个 chemist， 我也没有就是任何 chemistry background，不过我所累积的都是 hands on 的一些 experience，所以我是一个 product formulator。然后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一定要有铝盐有 aluminium 才可以有这样有效的东西？然后你知道怀孕你一定不想要用任何有机会可以危害到你的宝宝的东西，所以我就自己去研发，然后我就发现到其实天然的成分比我之前用的铝盐的那个像体露来的更加见效，所以才有了这个产品的这个 idea。
你讲你之前你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嘛？所以你在研发你自己做的 DIY 的 first one，你觉得里面放的一个关键的一些材料是什么呢？就是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跟这些有 aluminium 的这种 deodorant 来抗衡的。我去读了很多不同的这些 active ingredients，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是叫 magnesium hydroxide， 应该是中文叫氢氧化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烤蛋糕用的 baking soda。baking soda，OK。所以这些 baking soda 的那个功效是什么啊？它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两个成分它是属于high pH 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流汗水本身是没有异味的，异味是当我们的汗水跟细菌结合在一起了，才会产生那个异味的。所以细菌是没有办法在高 pH 的那个环境下生长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formula 做出来的时候，它是处于高 pH 的状态，所以你涂了上去，它就把产生了这个不利于细菌生长的环境，所以你流汗的时候没有了这一些细菌，你就没有味道了。I see, OK， 一个 chemistry short one， but 我想要问的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I mean。我有这个问题，然后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我自己 maybe 我自己在家调配了之后，很多人应该到这个 step 就停了嘛，因为我自己有了我自己的东西嘛，对不对？我需要这个东西就 stop 了。到底是什么契机、什么 factor、什么因素之下是让你觉得maybe I can turn this into a business？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啦。我17岁开始我就用香体露了，我其实一直都用这一个牌子，然后 on and off 我会去尝试用不同的牌子，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完全让我零异味的产品。虽然我还是会回去这个牌子，并不是因为它特别有效，而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它可以把我的异味就是 mask， 就是稍微盖到最好，可能它跟我的异味加起来，我觉得那是最可以接受的味道。所以当我研发了这一个天然的香体露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是零异味的，就是我可以流很多汗，一整天就是从早到晚我只涂一次，我都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life changing moment for 我自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你懂，你出门你就在很热，我们下午出去吃 lunch 的时候，你不怕太靠近你的朋友，然后他会嗅到你的，可能你还要补涂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life changing moment for 我自己。我觉得就等于这个可以是 life changing moment for 很多其他的人。But there must be 一些数据来去 support 吧，不只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is a good product， 然后过后我就买。Should be 你之前会做一些事前的一些 survey 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这个产品第一真的见效，然后第二market 里面没有什么 option，就没有类似的东西。我记得你好像是有发一些 sample 给你的亲朋戚友那一些来 try 的，是不是？所以当然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用了，可能只是对我见效而已，所以最容易的就是先给朋友试，就是让他们做白老鼠所以他们试了，每个人的反应都很好，所以我们就 launch 了 deodorant 啦，他们就是你的OK， 所以你们的 first product 就是你们的 deodorant，是不是？你们在成立的时候其实是在2020年，我记得你有说过你是在 MCO 前2个星期，一 launch 就2个礼拜过后就 full lockdown。我跟你讲，其实我之前访问过很多就是 entrepreneur， 他们都是在 MCO 期间，对，but 他们现在是 flourishing 啊，对，不懂是应该是挺过了那个疫情，他们更加 resilient 了。But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whole情况对你而言？其实我觉得疫情对可能我们那时候一 launch 的时候是fully online 的，对我们来讲可能其实是一个 blessing， 不是影响不大，反而是 blessing。 OK，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很多公司都 not ready， 他们都没有可能线上的销售的管道，可能或者是有，他们也没有 focus， 没有那么成熟。不过我们一 launch 的时候，我就是专 focus 线上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你那时候 lockdown 的时候，你每天做最多是什么？滑手机，对不对？ Shopee，看对，所以我放上去的什么广告都好， ROI 都很好的。OK，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电话。But 那个时候你 during 那个期间，你就只是 launch 一个 product 罢了，对不对？就是你的 deodorant。对，第1年转只有 deodorant 而已。第1年你的那个 operations 是 OK 的嘛？就是 is it profitable？ 第1年其实我们一开始就 profitable 了，第1个月我觉得对就 profitable。 OK，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 team 应该是很 lean 的一个没有 team 你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在家 DIY 这样子卖的，是不是？其实那时候还是你有跟 lab 这样子？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工厂，就是做 skincare 的，但那个主要是做给美容院卖一些产品给美容院的。不过那时候因为疫情嘛，所以全部可以balik kampung的都balik kampung了，我们也不留我们的 staff 在那边。很小的一个公司，我的员工也不多，所以对，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白天收到 order 了就去包货，然后有时间了就去 production 做完了做了 filling。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你要做 printing 那些，你的 volume 很大，而且那时候疫情也很难，很多东西就也做不到，很多限制。对。我就做完了 filling， 晚上就刚一箱一箱的货回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做 labeling， 自己粘，粘到我很想哭。然后posting 也是，就是来你家人，你就这样子，还是你自己？没有，我就跑去就是公司，我就会包了，可能我就会去 drop off， 然后后来他们可以来 pick up 了，他们就来 pick up 了。所以真的是 thanks to the community 了，因为大家都很 trust 你，你刚开始，然后过也很 trust 就是本地制作，然后过也可以冒着这个危险。来你那边 pick up， Oh my God！ 可能我们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情吧，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做的，就是我就对我自己的产品有莫名的自信。我们是给 30 day money back guarantee 的，所以你只要买回去用，你不喜欢没有办法帮到你，什么原因都好，你来找我，我就是全额退款。有人申请过这个？有，当然是会有。再好的产品一定会有人适合，有人不适合的。不过真正回来就是要退款的人，真的是现在的话很少了。几年前我们算都已经少过 0.18% 了，现在是更少更少。现在还是有这个30 day money back guarantee。我们的香体露，只要你用了，你觉得不适合你，你不喜欢，你来我们会退款。其他产品呢也是有吗？因为护肤品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护肤品我们就没有做这个 money back guarantee， 我们只做在香体露而已。But still confidence，有这样子的自信。因为护肤品很不一样，像体露很明显的，你涂上去，对不对？你就知道异味有没有解决。护肤品你涂了，因为需要时间，我很难做。然后可能有时候3个星期了，它是有效果的，不过可能那个效果没有你预期中的好，或者是快。对，因为每个人的 expectation 都不一样，在而且每个人 skin condition 都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护肤品我们就没有做。好，明白。所以接下来我要谈谈你们的那个产品线嘛，是不是？其实你们是开始是卖 deodorant 之后，你的那个产品发展的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决定maybe I can venture in more products for Joy 这样子？你是一开始是 deodorant， 后来第二个是什么产品呢？第一个是香体露，第二个我们是做natural shower gel。然后过后很多很多的顾客就是都会来私信我们讲，可不可以出一系列的护肤产品？因为我们的香体露其实除了见效以外，它还主打就是敏肌可以用的。其实很多人涂了香体露，可能他们的腋下会痒啊，还是红啊，对，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成分是不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的香体露是主打敏肌都适合的。所以我们就这一群皮肤比较容易起敏的顾客，他就想说，你的香体露很好，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系列就是也是适合敏肌的那个护肤产品？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后来就推出了我们的护肤产品。你们是在第几年推出你们的 skincare line？ 应该是在第2年的时候。第2年就立刻推出了？第2接近第3年的时候差不多这样。也是很快一下。所以你们的那个判断依据就是收到 customer feedback，你们才推出这个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不怕，因为其实很多做 business 的他们都会担心，我到底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生产 manufacturing line 之后，我出来的那个产品到底有没有 the feedback，whether it's positive or negative 我不知道。But 你们就是 purely based on customer feedback，就这样子出了。对对。But turns out 是不错了，那个 feedback 是。OK，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讲你一开始你们是 purely online 的，对不对？对。后来是你们坚持了几久才决定在线下的？因为其实我是在 pharmacy 那边看到你们的产品。所以你第一次看到我们是在 pharmacy？ 是在 pharmacy。我其实讲真，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这个 presence 呢，是你在小红书上，因为你自己有很多 behind the scenes，you know。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谈。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正式产品，我是在pharmacy 那边的。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因为我不懂啦，好像做这种护肤品的，他们很讲究，就是我要
test 的那个 texture you know 对，所以他们会比较 prefer 在线下。But 你们一开始是在线上，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才决定maybe we should try offline？ 当我创办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产品真的是效果很好，我想要我们就是 be available, be everywhere， OK， 所以才会去线下。第几年去线下？你们是在第2年，第2年就去线下了。OK， 在做了2年过后，我们就成功打进嘎店。护肤品牌啊，给我而言啊，我是那一种我用了一个我喜欢，我就会 repeatedly 去买它的东西。我希望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是这样子，因为我不想烦，我不想再 experience a new thing 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就想讲的就是，其实护肤或者是身体护理产品还很看重这个复购率，就是 repeat customers。对，其实你们有没有 track 你们的那个 repeat customer 的那个percentage？以前一开始，当我们只是 fully online 的时候，我们有 track，不过因为现在我们又有线下，然后太多不同的管道，其实是对不对？很难就是去 track 到这一个数据。不过在以前 before 我们就是去攻线下的时候，我们的回购率是几乎在50%，所以就是用了不错就再回购咯。对，我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顾客都是从我们一 launch 到现在都在用着的，所以我们去开我的那个 purchase record， 对不对？他已经买了可能40-50单了。真的是要谢谢这一些顾客，对不对？其实你一开始是做身体护理的嘛，你讲是deodorant 还有你的 shower gel 是不是？对。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要怎么 as a 就是 founder as a CEO， 你要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一向来我都是用你的那个 deodorant 嘛，你要怎么 pivot 它的 attention to 我另外一个 skincare line 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小小的生意新品牌的一个挑战。好像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打折啊来吸引他，或者是 launching 的时候就做一些赠品啊。就是靠这一些 added values 的这些来吸引更多。最新的时候就是我们会 try to 做比较多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social media marketing 这一方面，其实你们是比较，你们整个 social media marketing 你们的 highlight 是什么？你们的那个 main focus 是什么呢？其实我经常讲，我们以前对 social marketing 这一块是 clueless 的。因为当你看到我的小红书的时候，你可能是看到我的口播视频，还是看到我跟我的同事的视频 behind the scenes 就是同事的视频。所以我其实是在之前开始的。当我们一开始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做 social media， 不过可能我们做的东西是比较就很简单的，我们没有拍这么多的视频，可能我们就有一些aesthetic 的产品的照片啊 product info 放上去， of course 这些是没有人要看的。对，所以我就讲我们是 clueless 的。然后我自己是一直都没有想要把我的脸放出来，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我的品牌。直到后面我们发现到好像不行了，我们才开始就是换策略，然后我才开始就是做短视频，然后出来。好像你近期看到的这些我跟我们的 Gen Z 的同事的互动都是我们在之前做了很多不同的失败的尝试过后才做出来的。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 专属商务网络，近代 Ultra Business Reserve， 让业务始终在线，高峰时段全面护航。其实你刚刚有说一些是你们经过很多次 failure 是不是？对，你可以给我举一下失败的例子是什么吗 on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当有一天我很记得我回去我跟我老公讲，我讲我决定了 It's not for you to say yes or no, I just letting you know。 我要跟你讲，我决定就是拍短视频了，因为他不喜欢就是把私人的就是公开，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放家里人，我不会放孩子，不过就是我。然后过后我们试过在街上跳舞然后我们就发现到那个不是我们，也不是我要做的东西。然后我们有试过做街访，有一个时期很流行，全部人都做街访，然后可能我们不太厉害讲话，所以那个视频流量就不好，或者是一些视频的确有流量的，不过没有转化率，没有 conversion， 所以也是等于0。所以试到很多东西过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也没有看过的，我其实在小红书上面 before 我们做现在的这个比较 lifestyle 的一些视频以前，我做了大概1年半的口播
就是坐在那边一直告诉你我的产品是什么，我的产品的好处是什么，我是怎么就是 start 这样子、对对，一直在跟你分享我的故事。我讲了1年半日更。那种 idea 是你自己想的嘛？因为你要日更也是很难哦。对，是它有它的挑战。不过我经常都会跟人家讲说，我觉得挑战就是最难的其实不是我只是坐下来讲而已，我讲错我就重复。最难的是我的 video editor。因为他看了我1年半，每一天他 edit 的 video 只有我的脸跟我在讲话。我每次都跟他讲，我讲哎呀 so sorry 哦，跟我讲我看到我的脸我都想吐了，好吗？我也是看到我的脸我也想吐，我一点 video 都给我看 playback 的时候。对，尤其是因为你没有其他形式了，你就有一种口播嘛，就是坐在那边讲话而已。所以最难的是他，不是我。OK， but conversion， 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很想了解，how do you get the conversion data？ 你怎么知道你拍的这样子的content 是有用的？当然你没有办法100% capture，but 我会从最基本的就是当越来越多人看到你的 sales figure 是一直成长的。所以对你的 maybe likes 变多 view 变多，这些都是一个 good metrics to look at。对，你没有办法很确定就是这个 video 看了之后去买我这个产品，给我多少个 like actual figure 的 sales， but 我们可以知道 overall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东西是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就是你们的 traffic 是一直在 grow，at the same time revenue 也是在 growing 的。Very good。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看到最近越来越多这一些本地的这一些founders， 他们都会开始把自己 sort of 丢去幕前。其实 is it a must for them to do？ 如果丢去幕前sharing the behind the scenes， 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有用吗？这样子的做法？这个是叫做 build in public。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都可以做的，也不一定说是一定只有这个方式才可以行得通。我相信其实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行得通的，不过要看你的选择。就好像我们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不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的宣传的方式是主要是打线上的广告，就是一些 online 的那种 ads， 但因为 online 的 ads它的 ROI 越来越差了，就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才就是 pivot， 就是换方向。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要看什么方式是最适合就是那个人。其实我知道 pivot 有很多种 pivot 的嘛，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没有用 maybe 我 try 别的 content， 为什么要摆你自己上台面呢？是看到别人这样子做也是很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觉得It's a thing for me to share 这样子 share 我的 journey 还是怎么样？其实我当初的想法就只是想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品牌它背后到底是谁，它是为了什么来创造这个品牌的。因为好像我一直告诉你，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产品真的是很有效，我想要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它，可以用到它，所以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我的宗旨是什么。没有比 founder 更合适去讲我自己的品牌理念。对，而且你也最懂你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所以你才会这样子做。对 OK good acceptable reason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其实你们那么多产品之中，你们真的很多很多产品我看了真的是很那个 range 真的是一个很 complete 的一个 range 了。你们有 cleanser shower gel， 然后过后又有这个 sunscreen， 然后 toner moisturizer serums everything，哪一个是最好卖的 still deodorant？ 那个是在 category 里面，其实deodorant 是 from day one 到现在都是我们的 star products，就占 revenue 最多的，对，销量是最高的。对，不过我们现在skincare 是在chasing up。Very good. OK， 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因为讲真，这些护肤产品啊，这一些身体护理产品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 competitive 的一个 industry 来的，真，它外国的，特别是外国现在。相信不只是现在货架上不只是你一个在卖纯天然成分的，应该有很多，对不对？maybe 那个时候你 MCO 的时候找不到，现在越来越多。如果护肤品的话，很多人通常他会 tends to go back to 那一些
Korea、Japan 这一些 skincare，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 skincare country 啦，我觉得、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样跟这些 big brands 去 fight 呢？你的那个 X factor 到底是什么？不能再只是说是纯天然而已吧？对我来讲，纯天然已经不是一个 unique selling point 了。现在，因为到处都是纯天然。不过现在我们更加会 focus 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做给敏基的，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做品牌的时候，当我们做这个 brand 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宗旨嘛，就是很多顾客敏基的顾客叫我们做敏基的适合敏基的那个产品嘛。不过以前可能我们都会一直 shout out 的是我们的是纯天然，不过后来发现到那个已经不是一个 USP， 因为到处都是。对，不过我们发现到我们在敏基这一块真的是很 strong，我们有很多有湿疹的 customer， 有各种各样的过敏的现象的顾客的一些反馈，我们有很多 before and after，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show出来的卖点来的。OK interesting。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成长的那个速度，你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应该是有接近6年了吧？是不是？6年的时间。那我想你会怎么评价你的那一个 growth 呢？你觉得是一个 at a steady pace，还是在某一个有什么 viral moment， 还是什么它突然间变到很厉害？你会怎么评价？一 launch 开始到现在，我们的 curve 都是这样的。不过去年是就是慢慢的在，都是一直在成长着，慢慢的啦，它不会好像对这样子。不过去年给了我们一个 boost。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开始做了很多就是 social media marketing， 我觉得那时候开始就是推了我们一把。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 tools 啊，我不能不说，是不是？But 最重要的是你要 consistency， 你要持续的做，你不能好像做了一下没有效果我就不做，没有效果你要做，因为你也是做了1年多的那个口播，是不是？你说日更做了1年半，有时候是没有人看的，不过有时候是很多人问的，不过就是做咯，一直做而已，就是要enhancing the presence 嘛，你的存在感。我们都做了4年，就是没有成绩的日更了，所以做啦，no harm 啦，最大的 harm 就是你的 video editor， 对，你就最辛苦是他。对，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其实你创业了那么久，你觉得你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一个本土品牌来讲，就好像刚才你讲的，人家要买产品，他都会去看国外的月亮都特别远，一定比较远啊，grass is greener。对，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挑战，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本地的就是产品其实是好的。其实很多品牌都不是自己生产的，不过我们是自己生产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可能这个是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Actually, you can trust 本地制作的产品，是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做呢？你要怎么样去 educate 他们呢？A step at a time. A step at a tim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Partially， 然后也是慢慢去可能去show多一点我们的很多 before and after 的那些，让人家看到其实本地的产品真的是很见效，实战业绩这一些，就给人家看到，这些是最重要，是quality要做好，你才能留住你的 customer 嘛，是不是？我想要问一下，其实你那么多年来，你创业从开始到现在，你觉得你学到一个最大的一个 lesson 是什么呢？ Biggest lesson learned 是什么呢？要跟对的人一起共事，在一个公司里面，要是就是你的团队是不对的人，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你要跟对的人一起做事。所以你一直都有，你有一直去重新的 readjust 你的那一个 manpower， 是不是？可能我算是比较 lucky 的，所以我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辞退了一个跟了我们一起16年的同事，然后对，所以当一个不对的人没有在了，接下来全部事情都变对了。OK， all right。他做了些什么东西？你是让你觉得不对的人呢？我觉得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即使你没有贡献，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你不可以去做高习惯呢。就是影响那个整个公司的那一个
atmosphere， 然后过后 operations 的对，那种的然后又去扭曲很多事实，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你现在你在找人找对的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现在的话，我们会找可能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culture fit。然后跟一些，因为我们也算是小小的公司 startup， 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于我的同事其实很多他们都很不介意就是多做事情的。你的多做可以是很小的或者是很多的，因为要是我们很小的公司，很多时候你都会cross over， 你去帮你的同事，身兼多职。对，我都是讲他们叫做包干了他问我什么职位，我就包干了，什么都要做啦。来跟你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你讲？我们也会很直接讲的。要是你是很介意这个东西，你只是可以做你的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东西 ，then sorry，就是我们不适合，因为你来了你会很痛苦，我也是会很痛苦。因为你 expect more from them。我不会去 take advantage of them。不过有时候公司就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大家一起要分工合作的。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吉隆坡的 office 是在第3楼的，我们是没有 lift 的，要走路上下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东西到的时候，我只可以搬了，然后我只有8个人在公司，一人1箱8箱，你只走一次就好了，很快就做完。对，我的不能太介意，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并不是叫你就是哇，我 video editor 我也要去幕前我也要取代你位置。其实他们也在幕前做。其实现在很多 content producer 他们什么都要做。对，其实都是什么都做。我要想 script， 我要去主持，然后过我还要做剪接，对，拍摄也是要做。我的 video editor 今天在The Star 做有一个小小的 booth， 他们在卖东西他也是要去那边做帮忙。不过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你每天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只是一直看着你的 screen， 也是会很无聊嘛。出去就是换一下，活动一下，去玩一下，去跟人家讲一下话。OK，very good。All right， 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未来你还有什么发展计划你要跟我分享的？ Any future plans？就好像我们的梦想就是要 be everywhere，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进到可能不同的国家，然后对，就是market expansion 了。进到不同的国家应该是 offline 吧，因为现在你们 online， 你们在 Singapore International，你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不过因为这些 online，它只是我们还是从这边把货寄出去，所以我们不是全 focus， 也是比较难，因为国际运费是很贵的，所以不是很多人会愿意给这个运费。我们还是会有很多 international order， 不过它的 volume 还是算很小的，所以像你这样讲，进到不同的国家是希望可以就真正就是进军线下。其实我们去年就跟一个中国的一个 distributor 就是签了约，就是开始要打进线下的那个尝试了，所以刚刚就是做好了 product registration 的这一步，所以希望今年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成绩。一步一步来啦，我们再看哦，是不是？最重要是越做越好啊！你们希望好，顺顺利利一切，好吗？谢谢。好，谢谢你 Charlotte。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